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晚讲坛。现在是盛夏，西红柿结果了。很多种西红柿的人都是果实累累，但是呢，看起来这个是好消息，有些人却高兴不起来。为什么呢？西红柿的这个欺负病来了。很多西红柿表面看着很好，但是呢有欺负病。我们这一园子西红柿呢，我找遍了，没有一个欺负病。那诀窍在哪里呢？我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，也许对大家这个怎么避免欺负病有帮助。首先一点，这个欺负病的发生呢，网上会说很多的原因，又是缺钙啊，缺什么什么的，但是呢，虽然那种说法说起来多，根本的原因有2点。第一点是我们在这个种植的时候施肥，肥料一定要全面。那我这个施肥的话，我的方法就很简单，为了简化施肥，我按照每平方米的话就是10公斤牛粪，完了以后种西红柿的时候，每一株西红柿用了这个50克的土壤活化剂 Growth Delight， 那它的肥料就够了。那剩下来有的人也做了，但是为什么还有欺负病呢？剩下来的就是一个水分问题。因为这个西红柿的话，现在大家可以看它这个非常茂盛，那就意味着它蓄水量非常的大。那往往照我们苗期的时候，就是栽下去有成货以后，开花之前浇水都是见干见湿，那就是差不多3天4天浇一次。但是到了结果以后，这样见干见湿的浇就不行了。为什么？根据我这几年种下来的经验，西红柿欺负病的关键原因是吮湿缺水，造成这个西红柿果实幼嫩组织脱水，造成不可逆的坏死引起的。因此的话，除了施肥以外，那如何避免这种短时吮湿脱水就非常重要。如果大家有时候看的话，会发现中午12点到1点，太阳最热的时候，这个西红柿叶子会有点打蔫。一旦发生这种情况，那欺负病是不可避免的。因此，我们怎么避免这种出现的情况就非常重要。那首先一点就是浇水要改成见干见湿，改成薄水清浇。那我们薄水清浇怎么办呢？这个西红柿后期这个病害发生也是非常严重的，需要预防。那我们改成早上浇水。现在我们有这个滴灌系统，那就可以每天早上打开滴这个半个小时什么的，那就保证这个水分给够，不会缺水。另外有一点，这个像我们这里是沙土，那有的时候这个沙土的话，它蒸发量很大，怎么避免蒸发量？又如何避免后期的这个不缺肥？那我的诀窍在哪里呢？在我们第一朵花做果以后，这个时候结合培土除杂，追肥。那我们做什么呢？追肥每一株30克 Growth Delight， 再加上去撒在植物根部，因为它最大的好处不烧根，同时把土培在根部，再加上我的这个绝招，这个我叫它菌草，它其实是一种茂畦。因为说到茂畦，在园艺里面用途很广泛，但是园艺用的茂畦都是木渣，也有人把它用到菜园里面。那用到菜园里面，如果还继续用木渣做茂畦的话，那后患无穷。为什么呢？本来茂畦的作用就是起到保湿的作用，起到压杂草的作用。但是呢，花园里面，这个剪刀虫啊、潮虫啊、千足虫都不是个问题。到了菜地里面，如果你用木渣做茂畦，就是一个绝大的问题。那我们改成用菌草，它的好处在哪里呢？好，既起到保湿的作用，然后还能起到压杂草的作用，又能起到缓慢提供养分的作用。那大家会问，你这个菌草怎么做的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随手可得。为什么呢？大家院子里面捡下的这个草坪草，这个也有人用这个草坪草直接来当茂畦用，但是这样万万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新鲜的草坪草它的养分含量非常高，其实蛋白质含量通常都会在5%左右，这个碳氮比非常合适，它会迅速发热发酵。如果你用新鲜草直接堆，那10有8九，它会这个堆厚了，会发热烧根。即便堆少了，那它释放的有机酸什么的对植物有没有好处？那我们经过一个处理，最好的处理就是把这个割下来的草放在一个地方，放成大堆，让它发酵2周。在这2周之内，第10天的时候去看的话，
那个温度起码达到80度左右。那达到80度左右以后，好，很多人担心的这个杂草问题，这个病菌问题，这个通通就没有了，虫子问题也没有了。同时的话，它由于经过了这个一半的发酵，这个到我们这个西红柿要收的时候，它的分解基本上结束，那不会给菜地留下后患。那把它放在地里面，以后这个妥妥的变成肥料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就是经过几个星期堆放以后的菌草，咱们打开，里面可以看到白白的菌丝，没有继续发热了，说明很安全了。有菌丝，说明它已经经过一部分分解了。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啊，仙草它的碳氮比虽然合适，含养分虽然丰富，但是呢，如果说堆量不够，它发热发不起来的，温度积累不够的，因此的话，这个堆量的话，最理想的堆量一定要到2-3个立方米以上，这样才可以。那里面这个很多人说的治这个皮肤病，去喷什么磷酸二氢钾啊，去喷这个牛奶啊，什么鸡蛋壳粉啊、骨粉啊，到这个时候通通没用了，通通没用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些肥料即便它含钙，这些物质它到土壤里面它都有一个分解的过程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像这个牛奶里面含的钙，鸡蛋壳里面含的钙，它含的钙的吸收和其他养分的吸收是有一定冲突的。那特别是跟磷的吸收是有冲突的。那我们到后期这个时候做果的时候，最需要的就是钙的充足。因此的话，我们提供这个，那它不断释放出来的钙质，能马上被这个植物吸收，同时的话不至于引起这个西红柿缺磷，因为这个它同时也会释放出磷出来。这是用这个做冒起的最大的好处。到现在这个时候，已经就说一部分西红柿开始变色了。可能很多朋友关心的是2个事情：第一个，怎么让西红柿变得这个颜色变得更快更红；第二个，确保它不发生病。那怎么做呢？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打叶子。打叶子其实要坚持4个原则。什么原则呢？第一，就是不衰老不打，那反过来说就是衰老的叶子要及时打掉。第二一个就是不过密不打，那反过来就说太密的地方叶子可以打掉。那第三一点就是功能叶不打。那什么叫功能叶？通常在植株的中上部，颜色很绿的鲜活的这一部分叫功能叶。叶子是植物制造这个养分的重要的器官，如果你把叶子打了，把功能叶打了，那它没法制造养分，果子当然没法长，是最重要的。那第四一点就是嫩叶不打。为什么？要留一部分嫩叶，让它保持生长状态，使这个西红柿保持活力。遵照这4个原则打叶子就不会错。然后的话，什么时候开始打呢？就是西红柿有果子开始变色的时候开始打。那以后打叶子就随着变色一台打一台，变色一台打一台。根据我过去的经验的话，一般打叶子以后3天到4天，像这个它会完全变成红色，变得很快，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法。打了叶子以后的好处是什么呢？首先一看，我们打过叶子的地方，它叶子稀疏了，改善了通风透光情况，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个病害的发生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西红柿下边是准备种东西的，我们把叶子打了，让阳光能够进去，地面能够露出来。所以我们在下边的话去年我们像在下边种的这个白菜、芥菜、莴笋长势的非常好。这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呢？因为西红柿现在个头很高，植株密度不高，它下边有足够的空间让这些菜生长。小苗时期那些菜刚好不需要太多的阳光，那随着西红柿的生长收获，那阳光会越来越多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打叶子。大家可以看一看打叶子前后的变化，这是一个盲枝剪了，这是一个衰老的叶片。我们保持这些功能叶不打，这个是衰老叶片，
明显的有病斑，这个颜色不太好。当然打叶子的时候要小心，有的一部分叶子它支撑着果实，所以的话，防止果实坠落。好了，我们第一次给西红柿打叶子达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的话，有大量的阳光进去，在这个过2天的话，我们就再打一次叶子，我们夏天就可以开始播种这个冷季性的这个蔬菜。